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火炮是一款久经沙场、威名远扬的重磅装备。今天的国产火炮家族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显示它的火力担当。本期节目，我们带您走进演训场，看战神就位，火力全开。火力担当非炮兵莫属。经过不断的装备迭代升级，火炮依然是现代战争当中无可争议的战争之神。我现在在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此刻呢，我能感受到一阵又一阵的强劲气流朝我冲过来。那么西藏军区某炮兵旅的战士们呢，驾驶着新式车载加榴炮，在我身边疾驰而过。现在他们陆续驶入射击阵位。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支高原劲旅手中的王牌利器155新式车载加榴炮呢，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那么在我说话的间隙，他们已经迅速的驶入射击阵位了。威风凛凛的战神强势登场。现在呢，战士们已经到达了射击阵位，快速的下车进行射击前的准备工作。那么155新式车载加榴炮呢，采用的是一键开架就可以从这个行军位变成了作战位，真的是非常的迅速。同时，战士们就迅速的开始了进行一些筑除的工作。155新式加榴炮呢，在比较松软的土壤是可以直接插入地面，但是在我们的高原啊，因为地上都是这样的沙石，非常的坚硬，所以这样筑除挖坑的工作呢，在高原上呢，成了我们战士们日常必须要训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科目。155毫米轮式自行加榴炮能够实现自动收放筑除臂，在需要快打快撤的战场上，筑除往往不插入地面，直接调到最低，使筑除落在地表，采用将车轮锁死的方式进行开炮射击。这样的打法虽然会损失落点精度，但155毫米轮式自行加榴炮拥有的现代化火控系统，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打击火力的精准，同时还可以避免发射炮弹后被敌方反制的风险。准备好的弹药呢，被装填至车体两侧的弹药舱当中，弹药弹丸和引信呢是分开存放的。那么这么大的火力储备，足够以敌人以非常致命的打击了。在射击前的最后一步准备工作呢，我们的战士们把引信罐打开，最后呢把弹药输送至我们的自动装弹机当中。那么战士们采用的是半自动装填的方式。从射击阵位一键展开到半自动装填，前后用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预备，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1米内。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另外，单炮最快射速也比以往提高很多，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多个目标进行快速精准打击。以不同射角快速发射的多发炮弹，同时落弹命中一个目标，这项技术被称为单炮多发同时弹着法射击。
在战场上，当暴露的敌人遭到打击时，会快速隐蔽或者防护，这样后续的炮弹造成的杀伤将会减小。使用单炮多发同时弹着法射击方式，单炮就具备了一定的群覆盖能力，使首发或者前几发炮弹更高效地敌方目标。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惊艳亮相的155毫米轮式自行加榴炮，射程更远，威力更大，是人民陆军新型作战力量的火力铁拳。它彻底抛弃了履带式自行底盘，改装为新一代高性能越野卡车底盘。更突出的特点是跑得快，跟得上，重量轻。不仅可以通过公路、铁路、飞机运送进行快速站位部署，还可以更好地与轮式战车部队协同作战。由于重量变轻了，新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能够适应更多的作战环境，特别是在高原作战时，因为氧气稀薄，传统履带式底盘大口径自行火炮搭载的专用发动机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导致车辆不能行驶。而换装新一代高性能越野卡车底盘后，新型155毫米自行火炮就可以搭载适应高原环境的发动机，彻底结束了高原部队没有大口径自行火炮的历史，显著提高了高原地区炮兵的机动作战能力，有力支撑了新时代人民陆军向全域作战的转型。为了更全面满足战场需求，人民陆军一系列中口径火炮应运而生，它们被配属到合成作战单位，填补了战场火力空白，将远程炮兵与步兵的火力衔接得更加紧密。5号目标射击。随着火炮发出巨大的轰鸣，站在几十米外，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强大的冲击波，震人心魄。这种雷霆万钧的场面，给人的感觉十分的震撼。目标已锁定，3、2、1，发射！122毫米榴弹炮正在发射的是杀伤爆破榴弹。这种炮弹兼具两种性能，它既有杀伤作用，又有爆破作用，实现一弹两用。它爆炸后，高速飞行的碎片能够消灭目标区域内的有生力量，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可以毁伤工事及火力点，是炮兵最常用的弹种之一。另外，122毫米榴弹炮还可以发射预制破片弹。弹体内包含大量预制碎片，爆炸产生的几千个碎片以弹幕原理提高命中率，杀伤半径几十米。101号目标，距离好。能够使用多型弹药，拥有几十发的备弹量，有效射程几十千米，让这型火炮在战斗中能够有效协同坦克作战。虽然都是靠发射弹丸摧毁目标，但是与大多数主战坦克使用滑膛炮并不一样。为了能够让弹丸在更远的飞行距离中保持更好的精度，122毫米火炮的炮管是用了线膛炮管。炮管内壁的螺旋状凹凸槽就是膛线，弹丸在炮管内被膛线引导旋转，铺膛后仍保持相同的旋转方向，从而获得相对稳定的弹道，提高射击密集度。此外，炮弹与膛线紧密贴合，可以保证火药燃气对弹丸产生足够的推力，增大射程。
不过，有了线膛炮管，炮手也需要考虑膛线的旋转方向对弹丸的弹道产生的偏移影响，并在决定射击珠圆时对炮弹的偏流加以修正。标准注意，标准298，标准298，方向30-19，方向30-19。从确认目标信息到炮弹出膛，短短几十秒，打击任务宣告完成。钢筋铁骨，不母脱兔。这是因为122毫米轮式自行榴弹炮拥有数字化系统，通过车内终端的几个按键就能够快速解算射击珠圆，一键调炮，迅速发射，精准摧毁目标。射击101号目标，榴弹顺发引信，4炮1发实弹装填。此时，指挥所突然下达射击任务，只见数辆榴弹炮迅速停车，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及角度，现在开始快速射击了。这种战法正是炮兵机动作战的新战法——游翼射击。这种快速短停、机动游翼射击的新型作战方式，让反应速度大大提高。加上火炮本身的高机动性，炮兵随时可停，随时可战，随时可打。122毫米轮式自行榴弹炮能够成为数字化合成旅的重要装备，也必有它的过人之处。它身上到处都有信息化的影子，光学瞄具、先进的火控系统、电子信息系统，同时还有导航和数据链支持，能够接收各种探测设备收集的战场信息，在定位、定向、解算、修正、操瞄、调炮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甚至可以做到全部自动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射击前准备，并迅速开火。现在122毫米轮式自行榴弹炮已经成为陆军合成旅中最可靠的炮兵作战装备，让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实现跃升。在以往的作战模式下，我们传统火炮主要是以一线展开、密切配置的方式对敌人实施火力打击。在这时，一般以基准炮为基准，其他的火炮进行适当调整。而有了信息化装备，我们可以各车各炮以大间隔、大纵深配置，极大提高了火炮在战场的生存能力。现在的信息化装备完全可以实现游翼射击，即从机动到打击再到机动的一个方式进行转变。火力与机动的完美结合，成为了火炮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要素。随着现代战场对火炮系统的要求不断提高，以猛士为平台的高机动火炮成为备受瞩目的战场新势力。中央1报告，M101号目标信息已发送。我们知道5、4、3、2、1。随着一声口令，第一轮的射击任务已经打响了。可以看到新式榴弹炮搭载着燃烧弹，呼啸着冲出炮膛，划破苍穹。那么拖着火红的尾焰是直扑目标。首次火力覆盖后，根据毁伤效果，指挥车迅速修正珠圆，下达至单炮，炮长调整火炮，迅速向极限射击目标区域，再次实施火力打击。现场是震耳欲聋，火光四射，烟尘滚滚，这不加特效的凶猛火力瞬间燃爆了天际。今天新式榴弹炮进行极限射击区域的考核，无论是战士们的水平还是装备的性能，是非常大的考验。战场上，战炮班要想对远距离目标实施精准打击，首先要做到对火炮临位临线检查要精准细致，
对火炮战技术性能要了如指掌。其次，对火炮的设置要精确，尤其是赋予火炮基准射向必须控制在误差范围以内。最后是火炮的精准操作，在排除火炮自身误差范围以内，要实施精准的射击主源装定。刚刚射击结束之后呢，新的敌情接踵而至，敌人的雷达捕捉到了我们的弹道，现在我们的阵地已经暴露了，马上需要转移到新的预备阵地。可以看到战士们现在正在收装，我们也赶紧上车，跟随新式榴弹炮进行战场转移。那么新式榴弹炮呢，凭借着快速高机动的性能，迅速的抵达了预备阵地。可以看到战士们正在使用一键吊炮的功能，自动完成火炮的开架以及调整水平一系列的步骤。那么在完成了一键吊炮之后呢，马上就要进行基准炮的试射。3、2、1。那么刚刚我已经完成了一次击发。此时此刻仍然是惊魂未定，脑袋在嗡嗡作响。那么在刚刚击发的过程中呢，给我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让我差点没有站稳。其次就是迎面而来的一股热流，然后就是车体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晃动，而这种一键击发的形式大大缩短了战士们在战场上的操作的反应时间，非常的便捷。全营射击，敌指挥所，一发齐射，报！榴弹炮正在进行全营齐射，那么这才是战神真正的怒吼。炮弹冲出身管的瞬间，现场是尘土飞扬。那么持续的火力输出带来这种强大的冲击波，真的我的心脏都要碎裂了。那么在这如同万炮齐发的震慑中，那么巨大的炮击后坐力让现场地动山摇。伴随着战地上巨大的轰鸣声，战士们正在接受被冲击波的高频洗礼。现在加强了数据录入、阵地设置等重点内容的训练，同时辅以系统操作的强化训练和提高操作精度的专项训练，从而提高了火力的快速反应能力。新式榴弹炮不仅继承了传统榴弹炮的火力猛烈、射程远的优点，在技术性能和作战效能上也进行了全面升级。而另一款以猛士为平台打造的外贸装备，在火力打击能力上正在寻求新的突破。新型外贸105毫米车载榴弹炮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历时2年打造的一款外贸装备，它继承了105毫米榴弹炮成熟技术，同时保留了猛士底盘的高机动性能。在设计过程中，重点突破了车炮一体化技术，提
提高射击密集度技术以及抗冲击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作为一款外贸军品，如何根据不同的作战环境发挥最大作战潜能呢？这就要求武器装备要具备特殊条件下的极限打击能力。马上，工作人员就要开始展开一轮极限射击距离的测试。对于新型外贸105毫米车载榴弹炮而言，今天它能否完成突破极限的考验呢？各点注意，105发令，3、2、1，放！高清摄像机记录下弹丸出膛的瞬间，燃烧产生的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将重达10几公斤的弹丸以超过声音的速度射向10几公里外的靶区，摧毁目标。这就是新型外贸105毫米车载榴弹炮具备的强大威力。最终通过计算得知，这一组弹的落点坐标要比预计超出了200多米。对于这款炮的设计人员来说，这样的射击极限距离可谓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的最远射程实验主要是验证火炮的最大射程及其精度能否达到设计要求。今天在进行最大射程实验时，这款火炮利用自带的定位定向导航系统确定自身位置，通过火控系统进行珠源结算，确定火炮射击的高低和方向角度，同时采用自动操瞄进行一键调炮等自动化设置，简化了操作流程，大大提高了火炮战场生存能力。外贸105毫米车载榴弹炮具备的一键调炮功能，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实施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安装在猛士底盘上的外贸105毫米车载榴弹炮还有一个特殊的战场功能，就是它的可升降悬架。当进入射击状态时，悬架下降与轮胎持平，可以减轻射击时车体的震动和强大的后坐力。当进入行军状态时，悬架快速提升。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提高小车扛大炮在战场上的越野机动能力，让它战时能打，打完就撤。神管火炮凭借强大的火力和精准的射击，成为战场上实力超群的重器利刃。而火箭炮的崛起，无疑为火炮的传奇续写了崭新的篇章。它不仅继承了火炮家族的强大火力，更以其独特的发射方式和密集的火力覆盖，为现代战争注入新的活力。指挥部，我已到达指定地域，随时接受打击指令。各单位注意，5时30分呈报。发射准备。